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，要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。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栏目，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。要旅游找途牛，途牛旅游提醒您，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，赢100元现金券。本节目由海伦凯勒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，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，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。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百合网婚恋学院的院长周小鹏周老师，欢迎周老师。来自华谊家群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，欢迎曲老师。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。我跟我男朋友恋爱快1年了，刚开始他对我还蛮好的，但是过了4个月之后，我发现矛盾越来越多。这主要原因呢，第一个是因为他工作不安心。我女朋友现在每天就在逼着我出去找工作，希望找个稳定的工作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呐，总是要逼自己一把。我也把我自己的想法跟我女朋友也沟通过，她就是不理解。后来我慢慢发现她有好多事儿都瞒着我，现在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肖28岁，来自湖北，兼职待业；女嘉宾小吕25岁，同样来自湖北，待业。欢迎两位啊！这个我问一个问题啊，什么叫兼职待业呀？就是我还有专职待业的，他算专职，你算兼职是吗？我现在就是平时偶尔做一下兼职工作，然后我想创业嘛，兼职的工作就比较零散，然后我就可以考察我下面要创业的一个项目，然后时间比较充裕一点。听明白了啊，这叫兼职待业。那您就是没工作了是吧？对啊。没工作多久啊？快2个月了吧？哦，快2个月还好。就现在没有工作，然后去找，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挺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咱们来说爱情这点事儿，你看这个爱情跟上进有什么关系吗？有关系啊。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挺吃苦耐劳，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厂里面工作，是吧？啊，他吃苦耐劳啊。然后每天就是工作12个小时，很累的。当时，然后他每天就给我打饭呐，然后有半夜11点钟我好冷嘛，他就给我打水。然后他当时说话也特别好听。他说我找你啊，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我觉得你这个女孩还不错，你去我家我会对你好，我爸也对你好，我全家人都会对你好。然后他还这样说，他很像住几楼啊？我家有10楼、2楼、8楼这样子嘛，都是反正说好听的话，不好的事儿都隐瞒了嘛。不，哪有家都有10楼和2楼，好不好？我家现在住2楼，然后现在拆迁要分房子也是10楼、2楼、10楼，怎么了？但是我哪里错了？咱现在谈工作好吧？后来我们就是快过年了，他有一天都不想干了。他就不干了。不是还不跟我一起辞职了？你好意思说？那当时人家人事部也挽留你，人家班长也挽留你，是吧？人家说，哎呀，这个男孩子还不错，他以前也做过什么大堂经理，干了2年不想干，工资也不错，1个月4、5千，他看不上。他以前也开过火车，后来也不开了。你说我都不想说了，我说你干那些都不想干，那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我自己肯定有自己的想法。我虽然这干一下那干一下，但是我积累不少人脉呀。但是你存到钱没有？我怎么没存到钱啊？到底用你钱了？他毕业10几年，1毛钱都没有。我说你辞职，你回去，你爸肯定要说，你爸说你没有。哎，我爸说我是我爸，我说我的事情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天我回去，我就站在那儿，他爸就坐在那儿，就像教训女儿那样说。他说你俩又不干了。哎，我说是啊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不能教训你啊？他说这也不干，那也不干，就是说我嘛，还说我不该买衣服。我当时觉得好那个，我说我又没换你的钱，我买衣服干啥了呀？不是，你们俩今天干嘛来了？因为我现在想创业，他不支持我，然后对我家人也不好，想拉倒。哦，你想拉倒了？嗯。你来干嘛？其实他还是蛮喜欢我的。你来干嘛？我来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，要工作有上进心。他都要跟你分手了，你还要让他改变？他是骗你的。
我怎么这么傻呀我？你说说他为什么骗我？因为如果他不想跟我结婚，他不会带我去见他父母，不会带我去见他姐姐。他当时还这样说，他说我要创业，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没用，我养不活你，他是这样说的。但你现在支持我吗？我不支持。你要是换了原来我，那不是肯定愿意跟你结婚啊。你之前干了那么多工作，你哪个工作干得长久啊？他爸天天给我施压，我就是在中间就受气。他干工作不认真。他爸跟你施压，因为他爸跟他妈离婚了嘛，然后他爸小时候就不是很关心他，然后就蛮喜欢他姐姐，不是很喜欢他，然后他妈也不是怎么关心他，然后我当时就蛮同情这个男孩子，我觉得，哎呀，缺少。那你就是因为同情我才跟我在一起啊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让你改变，你现在这样破罐子破摔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说我嫁一个男人，他没有出息。那我一辈子搭进去了。我现在有创业，怎么叫没出息了？我说点实话，你说你学历也不高是吧？你这里搞一下，那里搞一下，你搞什么学历？他什么学历？初中文凭。初中毕业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很多大老板都小学毕业了。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你。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他。我回去跟我妈讲，我妈说：“哎呀，没文化的人跟他在一起讲不通。”我还护着他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他没文化，但是他人好呀，就是这样子。”啊，没了。有，还有他爸那个。家里关系我也搞不来，他爸特别抠门。他爸抠门？是啊，你说今年年初我第一次去他家，你说不说是新媳妇儿，好歹也是个客人嘛，自己先吃也不懂我，我当时特别生气，我说什么呀？你说他爸娶了一个后妈，每次打电话，哎你在哪儿啊？回来吃饭，这么热情，对我这个媳妇儿一点都不上心。那我让他每次不跟你打电话，我说饭好了要你吃，你吃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对我是很好，但是他跟他爸关系搞不好是吧？他每次他爸你知道吧？就说他就不听，然后就走。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啊！如果就是说他爸不喜欢他，同时也就不会喜欢我，是吧？不是，就是你让他爸喜欢你干嘛呀，孩子？就是因为人都是有爱屋及乌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那个意思。如果你的母亲不心疼你儿子，自然而然也不会心疼你的儿媳妇，他也不会帮你带孙子的。宝，你还，哎呀，你这算计的可以。我不是这样想的，不是，我是这样觉得，你知道吧？两个人在一起要相互包容、改变，你知道吗？你为我改变一点，我为你改变一点。你希望他为你改变什么呢？我希望他就是说有责任心一点，他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，那怎么承担那个压力啊？我也是想让他改变，我并不是说为我自己。听明白了，我问问他啊。对啊。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几年，兄弟？快1年了。喜欢这姑娘吗？刚开始挺喜欢的。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了？不支持我工作，不理解。你现在想干嘛呀？想创业。做什么呀？微商，已经开始接触了。他是很努力。他过年的时候就没有休息过3天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你要他改的什么呢？关键是那个工作，这里搞一下，东一榔头西一棒，有什么意义呀？那你干你的不就完了吗？你老管他干嘛呀？他就想让我和他一起工作，在一个位置，就想哭着我。那他喜欢你才护着你吗？我感觉这完全男人也有自己的空间嘛。你说他毕业10几年没好好工作，你爸天天说你，那以后你爸老了80岁，你还要这样做吗？你不伤人家老年人心吗？不，你现在是还靠你爸活着吗？没有啊，现在就是住在我爸家。他说的意思就是我没自己买房。我曾经暗示过你，我说你爸那么抠，你妈就是看到你妈那么抠才离婚的。我说我以后也过不下去，你自己也是那种，他自己也是就是。那就分手啊！分手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想让他变。怎么变？就是他以后能不能不要天天跳工作了？不要频繁跳槽。对啊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是不要那么抠了。他认识我之前买的衣服都蛮贵，认识我之后买20块钱的衣服，都是这样子。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。你还喜欢他吗？40%喜欢吧。那60%呢？喜欢别的女人？也不是喜欢他别的女人因为觉得他不能支持他一个男人的工作，然后对他家人也不是太好，然后就感觉我是两头受气，夹在中间很难做人。行，听明白。你觉得你好好工作过吗？你觉得你工作不累吗？我想问你，嫌他不上进，为什么你不出去工作？我想工作呀。那咋不去呢？如果我出去工作，我就跟他1刀2断。为啥呢？因为我觉得你不愿意为我改变，那我就自己改变。我没听懂这个逻辑关系在哪？
就是为什么你工作了，你就跟他一刀两断了？因为我劝了那么多次，他不变是吗？他不听，那我就自己。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让他改变？如果他想跟我继续走下去，我就要改变他。好，明白了。你愿意为他而改变吗？看值不值得吧。啊？看值不值得。好嘛，这俩人算盘打得都够精的了，算不过你们了啊！怎么就叫值，怎么就叫不值呢？女人做好她分内的事情，我觉得一个男人要为她改变是应该的。不是女人的分内事是什么？第一，理解你啊，什么听你的？就是他说的嘛，理解啊。然后毕竟我家人这边他也要处理一下嘛，处理好一点嘛。哎呀妈呀，就把这个恋爱谈成一场谈判，也挺有意思的啊。来，接着谈，变还是不变？我说了，看值不值得变。暂时我还没看到值的地方。你要觉得不值就拉倒吧。拉倒不？他既然说拉倒，也没。到今天你还逃避，什么都拉倒，工作也拉倒，爱情也拉倒，家庭也拉倒，你要什么事情值得你去做呀？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想做我自己做的事情。那你不要爱情了是吧？你不要你的家是吧？谁说我不要了？你挣钱是为什么呀？你为了谁啊？没带。我这有。谢谢。天天让你做微商，做微商，你做微商挣了几个钱呢？那你挣钱给谁花呀你？你就对人只有40%的感情了，你还给人指干嘛呀？40%还是可以逆转的。行，你们这个恋爱谈的挺有意思，不到1年对吧？对。他说你换过很多份工作是吗？是的。你统计一下，你这个从初中毕业到现在一共换了多少份工作？10几份吧。但也不算多啊。哪里不多呀？我不说你从事一辈子，你好歹也给我认真干几年啊！我现在是干着急，我特着急。我现在不是想做我一辈子的事情吗？做微商，刚开始做，现在也有点小起色啊。你做什么可以，你能做，但是你就是没有那个毅力，你缺少的是毅力，你懂吗？我之前坚持不下来，是因为为别人打工，现在我创业做微商是为自己打工，怎么不行了？你今天在这里说了是吧？那你回去跟我好好创业啊！你给机会吗？那我现在给你机会啊！然后你能和我家人和睦相处吗？我跟你讲，一个男人在家里起的作用很重要，不是我来衔接你们俩的关系，你懂吗？你让我天天去两边那个，我怎么搞啊？我在你家里不是你保护我吗？但是毕竟我父母是长辈，你至少你当初是怎么说的？你说，哎，我去你家我会对你好，什么什么，好个鬼！现在我怎么不好了？你要吃什么没跟你做啊？是啊，现在吃这么胖。我也真的对他无语了。我每次跟他吵架，我们俩都是无语，就自己走。你今年25是吧？你家里几个孩子？3个，我还有一个姐姐，还有个弟弟。在家里蛮受气的吧？有点儿。你是不是觉得婚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？差不多，应该说是女人的第2个命运吧。所以其实你看中一个男人，就希望他能按照你那个方式。我希望他有上进心，对他好，对我也好。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，你没有什么上进心吗？操！如果我没上进心，我会选择创业吗？你们俩还真是一对儿。就是创业不代表有上进心。他狡辩。有的时候创业可能是走捷径，因为我看大家都做微商发了，所以我也要发，这不代表你有上进心。他说你没有上进心，你觉得你有还是没有？我有，但是有点懒惰。好，承认就好。还想跟他好吗？如果他改，我就跟他好。好，如果把那个前面的条件去掉的话，还想跟他好吗？他一辈子就这样换了这个工作，换那个工作，永远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，就这么一个男人，你会嫁吗？不会的。为什么？虽然说我比较单纯，但是我也不傻呀。如果说你是同期一个男人，把一辈子搭进去了，或者是你现在因为你短暂的爱他，你把你一生搭进去了，你一生。这怎么叫把一生搭进去？他是爱你的呀。他是爱我。可是他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男人，但是他是爱你的。那有什么意义呢？
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，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价值。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干嘛的？我一辈子就这样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这想法，我听懂了，我听明白了。我的想法是有点极端。真没长大。听老师们怎么说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问男孩一个问题：以前肯定有很多女生抛弃过你吧？没有，都是我抛弃他们的。有一个女生抛弃他了，他前女友。好像那个女生说我家里人对她不好，然后就走了。选错人了吗？有一点儿。但是为什么不放弃呢？本身是一种羞耻。女生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男生是一个浮躁的梦想主义者。先说女生吧，你口口声声说你还爱这个男生，但你却在场上无情地戳穿了他的谎言。谁说他老抛弃别的女生？明明上一个就是被抛弃的，你这叫爱对方？你说出了自己结婚的最终目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，而并非是找到一个我也爱也爱我的人。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不要靠别人，靠自己。如果你真爱一个男人，
你可以更多的去给他建议，就像我现在给你建议一样，而没有权利擅自改善别人的生活。说说你吧，我说你是一个浮躁的梦想主义者，其实一点都没错。你没有一件事情是干长久了的，你口口声声嘴里的话都非常的大气，但是没有踏踏实实的任何的举动。这个女人在你身上所下的功夫，或者这个女人对你所做的希望，是你万万这辈子你也达不到的。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你需要的是成长，而并非婚姻。你说呢？是的。变吧，兄弟，不要老想走捷径，生活没有捷径。一个踏踏实实的蓝领，一定是比微商能够挣钱。信我的，女生就更滑稽了，试图用婚姻改变命运。命运只能自己改变，爱不爱的问题你们先放一边吧，先承认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你要我改，我也不说不改，但是改总得给点时间我吧。然后家人这方面我自己也会处理好，毕竟是我自己的家人。回去之后咱俩就找工作吧，不管是什么工作，我要做下去。咱俩先成长好吗？老师说的都很对，我觉得你也是依赖你爸，我觉得我也挺依赖你的。我要不是因为依赖你，我也不会到现在也没分手，是吧？这一点我真的很承认，因为我一直都不敢面对这个问题。今天老师把那个问题说出来了，我觉得是挺伤人，但是老师说的都是实话。你听懂老师说的没有？老师让你成长。我知道。哎，时间到。哎呀。女人的这个母性真是力量太伟大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来，请开门。不哭了，老师，我会改的。啊？老师，我会改的。哎呀，别老说改，你又不是个废人，成熟起来不就好了吗？有请小花童吧。谢谢小朋友。好了，我们来见证属于这一对浪漫时刻吧。来，请见证。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我让你改，我们一起改，找工作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你也改好不好？不哭了，不哭。要保师，易北师，好好独立吧，你们两个人啊，别再依赖父母了。老师，我今天感受真的很深，我觉得我来这节目没有白来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，这两个人能够真的有所感悟。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看看他们遭遇了什么。我跟他刚开始谈的时候是异地恋，这种状态差不多持续了2年。这种本来就让我很没有安全感，到后来我发现他跟异性暧昧不清，这让我很烦恼。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，很辛苦。我原本以为他能够理解我，但是他却不能理解我。我承认之前我有犯下错误，但是我已经改了。为什么他却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？后来我来到他的城市，我以为这样我们就没有争吵，但是到后来我发现我们还是会因为很多事争吵。其实我跟他订婚了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去领证。到现在发生这么多事，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嫁给他。这大概是一对恋人的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，是结婚，还是再观望一下？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。男嘉宾小罗，25岁，来自吉安，是一名销售。
女嘉宾小肖，24岁，来自吉安，是一名医助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看小片，我们大概看到了一些问题。谈了2年多的恋爱，已经订婚了。对。啊，你们是异地恋是吗？对。怎么认识的？我跟他是初中同学嘛，后来他去上海读书了，我就在家里读书。然后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他回来了嘛，就见到他了，我们也互相加了联系方式，后来就联系多了。他人挺好的。后来他跟我表白了，我就答应了他。啊，然后呢？异地恋多久？异地了2年多。哇，你在哪？他在哪里？我在江西，他一直在上海了。啊。我们是之前是异地，然后到了后面的话，他就到上海，我们2人就在一起了。这个后来在一起有多久？他也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刚到这边的。哦，结果在一起就发现问题了。对。说问题吧。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跟他是异地恋的时候嘛，我在广东那边上班，帮我哥哥看店的。那时候比较忙，因为开汉堡之类的，知道吧？他平时联系我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我特别忙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刚好很忙，要不你先睡觉。他说好。但是我一下班，一般我联系他的时候，他都睡着了。然后就这样联系了2、3个月吧。到后来我都联系不上他了，我就很着急嘛。我就登他的 QQ， 我说问一下他同事，看一下知不知道他去干嘛了。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吧？他跟一个女的聊天，聊得特别暧昧，知道吧？他问人家我想你了，你吃饭没啊？我就打电话问他，我说这个是谁啊？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也跟你解释过，这个确实不是我跟人家聊天，对不对？确实是我朋友用我的 QQ 跟人家聊天，我也跟你解释了呀。你的朋友用你的 QQ 跟人家聊天？对。哦，还有这样玩的哈啊！对啊，当时我很不相信的。他说我同事就是人家都已经女孩子都对他有防备心了，所以用他的 QQ 给他聊。我说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说我暂时相信你。然后隔了2、3个月吧，又发现了他跟一个女孩子聊天。啊，这个是你还是你同事？这个是我自己，是因为我跟前任有在聊天。这个聊得很暧昧吗？对，他叫人家老婆呀，说我想你呀，都直接叫老婆了。前女友是吧？对，因为他也比较忙嘛，后面就跟前任也有聊天这一块嘛。当时我问他的时候，我说你这又怎么回事？我说你又想说是你同事拿你的 QQ 聊吧？我说怎么就这么凑巧了？他跟我说，你们女的是不是都这么烦呀？都这么无理取闹？我说我怎么无理取闹？我说你如果这态度的话，我们就分手吧。我就跟他分了。分了多久？分了2、3个月。分2、3个月怎么又好了呢？因为我还是喜欢他嘛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还是很喜欢你，我想把这段感情，就是说挽回回来嘛。他当时跟我说提出要复合的时候，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疑虑的。我说我得考虑考虑，然后观察了他1、2个月，那2个月都挺好的，就每天也都很关心我，也都会告诉我他去干嘛了，能随时找得到人，然后就这样复合了。后来有一次机会，我同学就说家里的医院招人嘛，问我回不回去，我就跟他说一下，他当时就说，哎，也挺好的。我想的如果能回家上班的话，离家也近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要不你就回家去上班吧，这不也挺好吗？但是后面他又骗我，我那时候我在他们家那边上班嘛，我就说你们爸妈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吗？他说知道呀。我说那你为什么回家了那些你爸妈也不说叫我去你家里玩一玩啊，吃吃饭什么的。那时候他才告诉我，他爸妈不喜欢我，不赞成我们在一起。那是我跟你谈恋爱，又不是我爸跟我妈跟你谈恋爱过日子了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嘛，我可以处理好。后来见他父母了吗？见了吧，对吧？对，见面的时候还挺好的。他爸妈吃饭的时候就说，你们也谈了这么久了，要不你俩就订婚吧。还是他父母提出来的。
去了上海吗？为什么去上海呢？主要是我父母的意思。因为父母说，既然都已经订婚了，那就不要2个人在异地了嘛。然后他就把家里的工作辞掉了，然后就到上海来跟我在一起。他倒好了，给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找的离他多远啊？坐车都得2个多小时。这不又成小异地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上班，我是在郊区工业区上班。我现在给他找的那个地方呗，有我很多的朋友。我想的嘛，朋友可以照顾一下你，而且那边也有适合你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说故意把你放在那边的。你那朋友那些都是异性，我怎么跟他们玩呀？我每天下完班就回去睡觉，下完班就回去睡觉。我又没有一个朋友，又没有一个亲戚。天天就是这么过本来我就很伤心，很后悔来着。后来他发生的事让我更加伤心了。有一次我就生病嘛，头痛，痛得在那里吐，然后到医院了，医生都说第2天来复查一下。那天下午他也说，我等一下下午下班了，我过来陪你去检查。我说好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说我不回来了，我要去练车啊。你练个车比我的命还重要啊！你陪我去做一下检查又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第2天要去练车呗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复查嘛，你就自己去一趟呗。后来怎么着了？然后后来他也没陪我去，我自己也没去了。再后来呢？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就跟我说，他让我注意一点。他说你女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走得很……你一开始不就这么想的吗？你不就想着让把他安排的远一点，因为你那儿朋友多，好照顾他们。那不就朋友照顾吗？但我想的那种照顾，并不是。就是就他们有一点就是发展，发展怎么了？不受控了啊？就是有一点，然后根本都没啥，人家就是说，老是叫我给他介绍女朋友。除了介绍女朋友呢？就没有别的事了。他不关心你这个媒人？没有，都是我们俩出去嘛。他说叫上他朋友，就单纯是这样而已，知道吧？还有什么大事吗？有一次半夜嘛，一个女的发微信给他，他说刚忙完，这很明显之前聊过天，对吧？之前的聊天记录全都没了，删得干干净净的。我就问他，我说这谁呀？他只是客户。我说客户你干嘛删了聊天记录呀？他怎么说？这不怕你多想吗？我说你越删掉，说明你心里越有鬼。他老是会去翻我的手机啊、QQ 啊、微信啊、通话记录啊，反正手机就给你翻个底朝天。后来我就一直逼问他，他才老实告诉我，他说这女的根本不是他客户只是他跟他朋友在外面玩，然后那女的说加个微信呗，他就这样加上了。我觉得这人也太随便了。我说人家叫你加你就得加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出去的时候人家说留个号码了，留个微信了，我都得留了。我后面这不也跟你承认了这个错误吗？后面我不也把这女的给删了吗？对不对？今天为什么来呀？因为他总是这样欺骗我，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去结婚去领证，我在很犹豫。你呢？因为我也一直很喜欢他嘛，然后我想的是能够把这段感情挽留，我能把他留住。好了，老师们怎么看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问一个问题：如果你们2个要结婚的话，你们住哪儿？还是这样同一个城市2地分居着住吗？对，这是商量过的吗？对，也就是领结婚证和没领结婚证没有任何区别。对。那着急领结婚证干什么呢？因为家里面也在催领结婚证吧。可是现在我听到的，你们的生活跟之前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区别。第一个，你们没有真正谈过恋爱，你们2个所有的恋爱全是异地恋，2个人没有共同在一起生活过，从来没有共同承担过细小的责任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你们本身就没有一个家的概念。第二个，你们2个都是没有原则的人。姑娘永远在说，这个不是事儿，他也这个也不是事儿，那个我可以原谅，这个我也可以原谅。那对于你来讲，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原谅？难道只有他真正的出轨了，你是不可以原谅吗？他所有的跟别人去交谈，他对你不关心，通通都可以无所谓吗？不是。所以你没有原则。然后第3个，你们2个从来没有彼此认真的商榷过一些事情。男孩刚才说一条，说我下午回上海的票其实早就定了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前告诉你，我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你说一声就好了。这个好像在打发人，这不是一个真的要结婚的丈夫的表现。所以对于我现在来讲，我觉得没有领结婚证对你们2个是非常好的事情，因为本身你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可以结婚的状态。所以不适合结婚。
我听你们之间交流啊，我总觉得事儿是很多，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我想了半天呢，缺什么呢？就缺一种爱，缺想对方的那种感觉，想跟对方在一起的那种情绪，没有，谁都没有。你们出现的很多的事情，在我看来不可思议。比如说，你们谈了2年多，但基本上都是异地恋，好不容易在一起了，还要人为的制造所谓的同一城市的异地。明明可以回去，你不是一定要住工厂的，这里面你丝毫心里就没有他，跟前女友暧昧，对吧？说什么话呀？老婆，想你了，问寒问暖，这好像是在谈恋爱哦。一个陌路相识的女性搭讪，认识了，那好像是在谈恋爱哦。但很可惜，不适合他。你的情绪、你的爱意都在谁身上呢？绝对不在他。他生病了，居然就因为去练车就可以不陪他复查吗？你关注他吗？你关心他吗？你心里有他吗？最奇怪的事情，领结婚证，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！我想这个日子一定是早就定好的，但居然就会因为他的母亲生病，你们俩居然就谈崩了，就没有去领证，理由还仅仅是说我订了去上海的火车票，火车票不能改吗？火车票不能退吗？你们要领结婚证啊！居然如此之大的事情，被你们俩草草的就给处理掉了。你们俩之间在谈恋爱吗？我根本就看不出你们之间有丝毫的爱意。如果没有，一定不要结婚。我们通常会说一个人，一个完整的人，但事实上在生活当中有一类人只是半个人，他只有一半在这儿，就通常所说的人在他魂不在这儿，他就是这种。你大概是想自己全身心的拥有他，也想全身心完整的被拥有，但他不一样。你会发现在刚才你们的描述过程当中，他会吃素的，对吧？你跟他的所谓的男同事或者是朋友在一起，他会吃素，也就是说他渴望完整的占有你，但是他不愿意被你完整的占有，就俗称的半个人。婚姻是双方自动自愿的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在一起，但这种男人，他希望你放弃你的自由，但他不愿意放弃自己所有的自由，他就是两头都想要。这种人是极其自私的。其实你是想完整的拥有他的，但事实上你只得得到他的人，却得不到他的魂。像你这样再持续下去，你会从一开始的你人我也要，心我也要，到最后算了，心得不到我就要你的人吧，只要你人完整的在这儿就行了。然后慢慢的你会再退步，当他慢慢的在外面有1次2次出轨的时候，你说哎呀，人也不需要完整的拥有吧，只要能回家就行。大部分的女人就是这样慢慢的颓废下去。所以我认为年轻没有更多的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领悟力不重要，但是不能没有底线，不能什么都原谅。你明白吧，姑娘？知道。不能没有底线。既然要结婚，我就要求你人也在，心也在。至于男生，我不知道我所说的你是否认同，但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。不能说你不爱他，其实你是认可他的好的，也是有感情的，但是你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，你不想老老实实的待在他那儿。但如果你真的不想老老实实，或者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整个
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2年的异地恋，距离可以暴露一些问题，距离同样又可以掩饰一些问题。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我？不是听他说什么，而是去感受他是否心里真的有你。最后看看他们怎么选啊！来，请开门。啊，有话说吗？我觉得应该把一些毛病该改一改，收敛收敛。哦，我还会去追他，真心去对待他，好好跟他沟通，好吗？好，去吧，加油哦。女生今天这个态度倒是对自己负责任的，或者说对这段情感是负责任的。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伊贝诗爱情保鲜期。爱宝官微的网友向涂老师提问说：结婚6年，2个孩子，在丈夫那儿从没感觉到他对我有尊重。最近因为他总是事事偏袒婆婆，我们吵架了。我真的很委屈，觉得在这个家一点地位和尊重都没有得到。很痛苦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丈夫真的不尊重你，你们为什么在一起生活了6年，而且还生了孩子？另外，如果丈夫真的不尊重你，你举出来的例子不可能是说，因为丈夫偏袒自己的妈妈，所以让你不要做声。你应该举出更极端的例子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你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妻子，而并非丈夫不尊重你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，要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。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，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。要旅游找途牛，途牛旅游提醒您，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，赢100元现金券。本节目由海伦凯勒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